如果你有看过去年的这支回顾影片，应该就会知道，我们其实并不看好这次的捍卫任务4。然而，就在看完首映后，我们的心情就只能用以下情况来形容。没错，捍卫任务4的表现狠狠打脸了我们。如果你是这个系列的忠实粉丝，这部电影毫无疑问是献给你们的最好礼物。接近3小时的片长，有超过一半时间都在打，故事剧情和角色塑造也交出不亚于第1集的诠释。整体来说，绝对是捍卫任务系列的巅峰之作。但与此同时，却也放大了这系列的致命缺陷。究竟这部近乎完美的续作，为何离封神还有一步之遥？ John Wick 要如何在争取真正自由的同时，保护重视之人的安全呢？就让我娓娓道来吧。而说到安全，就不禁让我想到这支影片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看过前阵子 Netflix 电影榜首，原本以为只是手机掉了的朋友们，一定能深刻体会资讯安全对现代人的重要性。然而，不只是现实社会需要留心，虚拟的网络世界更容易让我们暴露在危险之中。VPN 能透过隐藏 IP 位置与安全防护，让账号密码、个人资讯的隐私资料不会泄露，并阻挡恶意网站和病毒攻击。除此之外，对于像我这种需要搜寻大量资料或素材的人来说，时常也会遇到一些资源受区域限制的恼人问题。VPN 也可以借由更改 IP 位置，让你自由畅行所有地区的串流和网络服务。像之前第90届奥斯卡颁奖时，我就是用了 Surfshark VPN 及时收看原本只有美国地区才能连上的 YouTube TV 直播。更方便的是 ，Surfshark 没有设备数量的使用限制，在电脑上看累了想换地方或去上厕所，只要打开手机的 App， 照样也可以继续追剧。家人和好友也可以共同同步使用，一个账号全家受惠。如果你也因为疫情被闷了2年，想趁着假期出国好好放松，但又不想错过影集的最新进度， Surfshark 在全世界超过100个国家拥有3200台以上的伺服器，让你不管去到天涯海角，都能有最全面的网络安全服务。现在只要点开下方资讯栏的连结，输入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就能立即享有17折的优惠。订购2年方案还会另外再加送免费的3个月哦。觉得不适合也不用担心， Surfshark 也有提供30天的免费退款服务。Surfshark VPN 绝对是影迷的最好选择。回顾这10年的动作类型电影，除了常青的007、不可能的任务和玩命关头系列，似乎难以再有原创作品能不断推陈出新。再加上超级英雄电影的崛起，所谓的动作电影也逐渐和特效画上等号，进一步压缩了2000年初期以实拍和武打为卖点，写实派动作电影的发挥空间。然而，在2014年，却有一部电影横空出世，以极具张力的镜头语言、血脉喷张的暴力美学、引人入胜的世界观，以及独特的音域格调，书写出一段退休杀手的复仇之旅。尽管在当年仅拿下8600万美元的票房，但在摄影与动作设计上的创新，依旧为动作电影刻下跨时代的里程碑。这部电影就是《捍卫任务》。随后2017年的《杀神》回归与2019年的全面开战，2部续作更分别拿下 1.7 亿和 3.28 亿美金票房，不只让原本只是动作指导和替身的导演查德·史塔赫斯基和大卫·林奇一跃成为当前影坛炙手可热的动作片指标人物。沉寂已久的基努·里维更是升格成影迷心中兼具优雅和冷酷的顶尖杀神。而来到今年，在预算和片长都创新高的前提下， John Wick 更是杀遍全世界。从前3集的主战场纽约，到上集的中东沙漠，再到日本、柏林和巴黎，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氛围和动作场面。提到动作戏，这次更是一次给好给满。不仅前3集的 CQC、飞车追逐、冷兵器对战皆悉数登场，也添加了象征东方文化的弓术、飞镖和武士刀等兵器。壮利落使用双截棍的桥段，让人一度怀疑李小龙是不是有托梦指导啊？完全能感受到制作团队使尽浑身解数，想给观众一场史无前例视听盛宴的用心。除此之外，角色与场景的互动也是这个系列的另一大看点。从开场的沙漠追杀、酒店夜战、夜店死斗，到最后的巴黎大逃杀，炉火纯青的动作设计和镜头语言，
让每场战斗都有截然不同的感官刺激。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巴黎公寓的俯视角长镜头，以及在凯旋门车水马龙间的生死搏斗。光是那将近5分钟的电玩视角长镜头，就足以让人对导演高明的场面调度和细节把控瞠目结舌。更别提要如何在车阵不间断的情况下，巧妙安排每场打斗与车辆进出的时间点，同时让画面流畅与推进剧情。光是想象现场的工作量和执行难度，简直就让人哇！搭配上极富渲染力的配乐加成，捍卫任务室在动作戏的造诣，真的只能用登峰造极来形容。在此基础上，导演还加入了许多颇有意境的空镜。John Wick 在樱花树下的沉思，踏上埃菲尔铁塔前阶梯的紧张树木，教堂中2位杀手的肺腑之言，以及最后意味重生的暖菊朝阳，几乎每个场景都会有绝美的画面，让人想截图当桌布。当然，这些空镜也不只是背景，除了是观众和角色在紧凑打斗间的缓冲外，也呼应了角色的心理状态，为这部电影与前作相比最大进步部分角色塑造增添了不少耐人寻味的层次。真田广之继子弹列车后再度证明，好莱坞御用武士的名号并非浪得虚名。虽然定位上2个角色几乎一模一样，但重情重义的侠义精神和女儿明之间的深厚情感，不仅对比了同样因为女儿身不由己的凯恩，也揭露了杀手世界谁都无法幸免的残酷现实，不禁让人联想到在第1集由威廉达佛饰演的马克思。歌手出身饰演岛津明的泽山梨奈表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几句简短的对话就完美诠释父女间的深厚羁绊，结合了攻速和近身战的战斗风格，也为大多以男性和热兵器为主的动作戏增添了新的看点。出演大反派格拉蒙侯爵的比尔史克斯加同样可圈可点，将对于地位和权力的追求刻画得淋漓尽致，完全不输给他在他中带给观众的压迫与疯狂。而撇除个人言论和戏外因素，甄子丹饰演的盲人杀手凯恩绝对是配角群中的 MVP， 汇集了几乎所有类型武术于一身的同时，也加入了许多符合人设的独特战斗方式，以手杖为基础衍生的西洋刺剑术，简直是夜魔侠翻版的听音辨位，以及近身格斗时的叶师傅拳法，打斗到一半时忽然吃起拉面，沾到血时的恶心甩手，还有亲切的澳语问候，这些在动作间隙加入的小细节，都让这个角色令人生畏的同时，又不禁惹人发笑。与 John Wick 相似的过去，交织成各自因为所爱之人分道扬镳的现在，更是让这2个角色间的对比升华成替整个系列画龙点睛的关键。也就是我们在之前影片中所提到过，这部续集终于聚焦探讨的杀戮意义。如果说第1集的主题是被夺走生存意义后的个人复仇，第2集是对不平等规则的绝地反抗，第3集是为了重视之人的委曲求全，那么这次完结篇则是将3集的经历总结，向 John Wick 这个已经半只脚踏入棺材的死神发出灵魂拷问：你想要的自由真的可以从杀戮中获得吗？正如整个系列不断强调的选择与代价， John 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符合妻子期待的好好活着，但只懂得神挡杀神的他，越是想努力活下去，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巨大。而这不仅会将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都卷入其中，就连无辜之人都将为此牺牲。当看着沉寂的挚友只能举枪相向， John 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真正需要的不是苟延残喘的活着，而是如何能死得适得其所。然而矛盾的地方就在于，这部电影越是用力的想深入这个主题，就越是放大这个系列的最大缺陷，也就是文戏和打戏的割裂感。John Wick 的故事其实早在第1集就已经结束了，第2集开始，故事主轴就已经把它当成带领观众认识杀手世界更多面向的剧情工具，这就导致这集将重心拉回这位主角，同时又想塞入数量庞大的动作戏时，就只能通过不断切换场景和添加配角来过渡剧情。整部电影基本上就是 John 来到一个地方打一场架，再到下一个地方的不断循环。尽管看着这些优秀演员们发挥角色魅力不至于感到无聊，
但人设上依旧是那些似曾相识的设定，太过直白的动机和不断重复的互动方式，也难以撑起如此庞大的文戏。再加上几乎毫无连贯，直到最后1个小时才进入主线的剧情安排，让习惯了感官刺激后的电影中断，观影体验就像是冰火2重天。文戏枯燥的令人昏昏欲睡，打戏又瞬间让人热血沸腾。但最可惜的还是格拉蒙侯爵这个大反派，依旧是典型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人设，简直就是第2集反派的强化翻版。不仅全程几乎和 John Wick 零互动，甚至就连底下的高层们都不愿意服从于他，好似高州会就是个只会恐吓和压榨底下杀手们的黑心组织。当然我们都明白这么做是为了对比 John 和这些朋友们超越制约建立的深刻情谊，以及反抗不公不义的合理性。但正如反派也是自己故事英雄的真理，能让观众反思的坏蛋往往比纯粹正义的英雄还更有价值。虽然我很喜欢电影中个性鲜明的配角们，也很欣赏编剧对杀手们不同价值观和选择的诠释，不过比起他们，我更想看到的是，如果反派是John的友人的同时也是高州会的一员，双方都有必须坚持的正义，却因为现实不得不站在对立面的处境，而不只是个明显没有能力处理好事情，最后也顺理成章被制裁的智大狂。而看完这集后，更可以明显感觉到动作戏的极限。不是说导演已经黔驴技穷了，但在观感上确实已经到了饱和的程度。如果这个系列接下来还是只靠动作戏来吸引观众，剧情依旧是一成不变的复仇与被复仇的戏码，那么观众终究会对此感到倦怠，就像是隔壁棚的某个 family。 但令人欣慰的是，制作团队并没有选择继续压榨 John Wick 的价值，而是像包里街之王对他所说的 Man has to look his best when it's time to get married or buried. 为这个饱经风霜的杀手送上最体面的道别。当他和凯恩一起来到教堂，凯恩问道 Saying goodbyes? John 回答 Saying hello. 乍看之下是John对即将获得自由的宣告，但看到结尾时，我们才终于明白，这句话是以自身为代价还清所有人情的觉悟。 Take me home 不只是 John Wick 从始至终的夙愿，更是这个角色为何如此吸引人的真正原因。在夺走了无数人性命，一生皆与死亡为伍的表象下，他依然是那个只想与爱人共度余生，在墓碑上刻下爱你的丈夫的平凡男人，也为整个系列画上虽有遗憾却依旧圆满的结局。或许这部电影离完美还差临门一脚，但不可否认的是，捍卫任务系列对动作电影的卓越贡献，以及在各种细节毫不妥协的敬业精神，绝对都让这个系列得以在电影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举足轻重的经典地位。也请看到这的各位一起为上映前不幸在家中离世的兰斯瑞迪克默哀，他所饰演的接待员沙龙将会永远留在所有粉丝心中。也很遗憾无法在大陆酒店影集中再度看到他的精彩演出。而在看完捍卫任务4后，相信大多数观众的最大疑问就是还会有续集吗？就我个人而言John Wick 的故事完结在这里是最好的安排，就算没有真的死亡，也希望不要再打扰他了，让这个陪伴了我们长达9年的角色能真正的得到属于他的宁静吧。至于最后片尾彩蛋，我们也倾向不是为了续集而拍，而是导演想要传达，就算 John Wick 牺牲了自己，也难以让仇恨轮回消失的真实写照。每个人终究都要为自己犯下的罪付出代价。除此之外，杀手世界观还有非常多可以延伸的故事，像是 John Wick 的前传，其他配角的延伸外传。另外，据传已经在制作中的外传电影《芭蕾舞林》，基努里维也将会回归饰演。制作团队是否能在捍卫任务的厚实基础上，再为我们创造别出心裁的动作盛宴呢？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最后也再次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这支影片，
让我们可以继续跟大家聊聊影视相关的热门话题。也想问大家，你们最喜欢这系列的哪一集呢？又最喜欢哪个配角和哪一段打戏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答案和对这部影片或电影的想法哦。那么下部影片很快就来，就让我们不见不散啦！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请帮我按赞和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电影不只是娱乐，也是各式人生的缩影，它来去之间总会有个画面令你驻足。欢迎各位爱电影、爱人生的朋友来与我们一同学习这门平凡且伟大的艺术——电影学，学电影。我们下回再见喽！